整整70天了，这些甜玉米差不多也该熟了。我挑一些饱满的给它摘回去。我一般看玉米是不是熟了呢？主要是看它的须子。如果这些须子已经是有点发黑发干了，那肯定就是成熟了。看看这个长得也是挺饱满的，我们给它摘下来。看看还可以吧。相反呢，如果看到这些玉米穗子还是这种发红发紫、比较嫩的状态，那就是不熟呢，就不用管它。像左边的这一个就差不多了，哎，我也给它摘下来。这个个头稍微的有点小，没有刚才的大。再找一找看，像这种呢，它的须子还是非常嫩的状态。我们看这种甜玉米本身也是长得个头特别小，这是刚长出来的状态，所以肯定是非常嫩不熟的。上边的这个看看它的须子已经是发棕色发干了，所以这个肯定熟了。我们把它摘下来，这样的话下边的这个小的长得也会快一些。这一颗甜玉米上面呢，基本上都可以长2个玉米。这个玉米上面已经有虫子了。这次的甜玉米是任何的药都没有打过，有机的也没有用过，是纯天然的。家庭种植如果是种的比较多，又想让它长得比较好呢，我的做法是在它抽穗的时候给它打一遍除虫菊酯加上苦楝油，然后过个2周的时间吧，再给它打一次多杀菌素。这样的话，长出的玉米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虫子了。像这种看看又是属于成熟的，我们给它拿下来。一般很多品种的甜玉米，它生长周期都是在60多天到70多天，所以差不多70天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看，基本上都已经成熟了。然后就是像刚才说到的，看看它的须子，如果是这种发干发棕的，那就是已经成熟了，我们直接摘下来就行了。判断甜玉米是不是熟了，就看它的时间还有须子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把玉米的皮给它扒开，尤其是我们这种有机种植，一旦你把皮给它扒开，就会招来好多的虫子。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本来是长得很好的玉米，就是这样给它扒开看了一下，然后这些虫子就全都钻进来了。看看，这就基本上没法要了，直接掰下来喂鸡吃了。看这臭虫也来玉米这儿凑热闹了。再来看看这边，这个被扒开的，上头招了好多好多的蚂蚁呀。这甜玉米的甜度是特别大的，所以扒开之后，不仅虫子是特别喜欢吃，蚂蚁也都来了，因为上边都是甜甜的。我把这些100%确定成熟的、个头稍微大一些的都给它掰回去，不然的话呢，肯定是像浣熊啊，其他的东西就马上又来了。因为这些动物呢还是挺灵敏的，知道熟了之后就该过来吃了。这个也拿回去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判断甜玉米是不是熟了的办法，那就是观察浣熊啊，或者是这种喜欢吃玉米的动物是不是已经过来破坏了。前2天呢，我们已经是发现有甜玉米被咬过的痕迹了，所以大概率应该是浣熊干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过来采收了。这边还有最后2个，再给它掰回去。这个上边爬了一颗紫梅豆，看看这花开的还是挺漂亮的。像是玉米啊，还有豆角混合种植，也是一种常见的伴侣式的种植方式。尤其是对于土地有限的朋友，也可以尝试那种方式。不过我是不是特别推荐？如果你一旦有更多的土地的话，还是分开种植，这样的话管理会好一点。混在一起种植确实是省地儿，而且互相伴随生长也是挺好的。但是像是虫害呀，还有其他的管理，还是有点麻烦的。行了，摘了一纸盒子，除了那2颗要喂鸡的，其他的我们都可以拿回去吃了。这个又可以够我们好几天的伙食了。好多人可能会觉得，像是甜玉米这种，它的名字里带个甜字，肯定是含糖量特别高。但是如果相比于糯玉米来说呢，其实一根甜玉米它的含糖量要是远远低于糯玉米的。所以吃甜玉米呢，相对来说比糯玉米还是更健康一些的。我来扒开看看，看看这个长得怎么样。看看金黄色的，长得还是非常漂亮的。再拿一根小一点的来看看，看这种小一点的就稍微的嫩一点，但是也可以吃了。
这种就是白白的，稍微有一点点的黄色。看这两个来对比一下，上边的那颗是更成熟一点的，就是黄色多一些，下边的就更嫩一点，白色多一些。但是玉米粒呢，其实已经都是很饱满的了。同等重量的玉米，如果我们吃上这样2根甜玉米的话，就比要吃上2根这样的糯玉米，它吃的淀粉和糖要少多了。因为甜玉米里边其实水分是相当多的。看看把它完整的剥开之后，这一颗呢就是相当完美的了。这颗呢是更嫩一些，其实还可以再让它长2天，长成这个样子会更好一点。把这小头给它去掉，然后稍微的冲一冲。像这种嫩嫩的新鲜采摘下来的，冲一下就可以直接食用了。还是特别甜、特别好吃的，其实就像吃水果是一样的。吃上这么一根，差不多早餐的碳水就够了。再吃上1到2个鸡蛋和1到2根黄瓜，其他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也都足够了。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来自自己家的菜园。像这种啃过的玉米糊糊，如果我扔在地上的话，很快就会招来好多的蚂蚁，所以应该及时的给它扔给鸡吃，这样也不浪费了。放这儿做个实验。剩下的也都给它剥出来，拿回去煮一煮。煮玉米的话，还是更适合我们的这种口感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每天的早餐其实还都是挺丰盛的，都是菜园里边采摘的。像刚才的甜玉米这种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主食的，然后还有西红柿、黄瓜这些蔬菜，还有茄子、辣椒、青椒之类的。像水果呢，目前主要就是这些黑莓了。之前早一点的时候是蓝莓。黑莓一般是在蓝莓收获的差不多了，就开始大量的爆发了。像我们这样一颗黑莓呢，基本上可以给我们提供大概2周或者2周多的这种水果，每天都可以过来摘上一盆，足够全家人吃了。现在其实已经是摘过好几轮的了，上面的黑莓不是特别多了。不过如果要是摘一摘的话，这些已经发黑成熟的也是足够我们吃了，基本上都吃不完。看看这下边这些，这边还有。如果转上一圈的话，其实背面呢，像上边还有挺多的。所以说还有1周多的时间吧，能有非常非常多的黑莓的产量。下边像这种呢，就是比较靠后的要成熟的，这些还都是青的。一般黑莓早期长出来的个头都非常的大，然后也甜，越到最后它的个头越小，味道呢也比早期的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儿。这边背后红的，然后这种个头比较大的，我们今年种的西瓜也都开始结瓜了。我们主要是以种小型瓜品种为主的，像这种呢是种的比较特殊的，是那种黄色的瓜，里边是黄瓤的。像这种呢就是个头更大一些，这种瓜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，应该差不多就熟了。看看远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，然后更远的地方呢还有那种长得小一点的。其实仔细扒开这些叶子呢，看那儿还有一个，下边还是有挺多的瓜的。这瓜呀长得也是特别快。这边还有一大片的甜瓜，这些甜瓜呢，在那些西瓜吃上之后，差不多慢慢的也该开始成熟了。我们找找看，看这儿有一个，这种瓜已经膨大的挺不错的了，再让它长长，应该就可以吃了。看着一片一片的瓜秧，不管是甜瓜还是西瓜，长得都还是挺旺盛的，所以后边结瓜的能力应该也还是不错的，值得期待。看这种长在最边缘的小瓜，也都膨大成这么大个了。我今年种的西瓜和甜瓜还是比往年晚很多的。往年这个时候，像早春红玉早就已经吃上了，都丰收了。今年呢，还得大概等个1到2周的时间。不过种的稍微晚一点呢，也是有好处的，不会所有的水果都扎堆吃。像现在呢，如果我们这些西瓜熟了，那蓝莓和黑莓都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就可以重点的来吃西瓜了。如果在同一时间都长出来的话，这水果太多了，也吃不过来。看看这里边好多好多的小瓜呀，这一个地方就有4个。这是那颗晚熟的蓝莓，上面果子基本上已经没了。这一上边呢还有这么一点点，如果熟了之后也基本上会被鸟给吃光的。这颗最晚熟的品种啊，上边还是有不少的，看看这还是青的发白，还没有变紫。像那边
看下边有一部分开始发紫了。这种最晚熟的品种，基本上收完之后呢就没有蓝莓了。今年的蓝莓季就这样就结束了。看这种是熟了的，摘一个。我们早期蓝莓大量成熟的时候，这些鸟的破坏力并没有那么明显。越到最后蓝莓少了之后，这鸟啊吃的越多，所以像最后的这种蓝莓呢，我们能吃上的几率还是挺小的，大部分都喂鸟了。再吃几个。所以我觉得，要是推荐的话，种蓝莓呢，还是种那些中早熟的品种，我感觉会好一些。看着黄瓜，这是今年第一批种的黄瓜，已经结了好多好多了。现在结的瓜都比较靠高的位置了，像这一个长得个儿比较大了，给它摘下来，看看这么大个儿，这种还好，这种瓜即使长这么大，生吃也还是挺嫩的。当然，如果再小一些的话，会更好吃。可是这瓜呀太多了，根本是吃不过来。如果稍微的晚摘一天，那瓜一下就长大好多。还有像旁边的这些豆角，这已经是我们昨天刚刚摘过一轮的。摘下那些豆角呢，就是拿去做排骨炖豆角，然后剩下的我们就给它焯水，焯完水之后就在冰箱里边冷冻保存了。看这下边还有好多，这些都是已经成熟的，都得摘了，不摘的话很快就老了。看前边这些也是。其实像豆角这种，给它焯过水，然后晾成干也是不错的，但是晾干实在是太费劲了，费时费力的。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冻到冰箱里边去。当然豆角这种是要焯水了，它不像西红柿，你焯水啊，或者是不焯水，冻到冰箱里边，最后吃起来都差不多。但是豆角这些呢，还是焯水然后再冻。哎呀，看这里边啊，一片一片的，这有些我觉得都已经长老了，但实在太多了，也没办法。转个方向再看一下，全都是，这里边也都是。这豆角太能结了。我们主要是种了2个品种，这个品种呢是九粒白，也叫白不老。这边也都是。从远处再看一下，看看这昨天刚摘过的。现在看，这还是一片一片的豆角，就像是瀑布一样。这把头的有一颗豇豆，看这豇豆也差不多熟了。这些都是白不老，看看这些，然后上边大大小小的还是挺多的。这边小架上面还有第2批的，这些个头就稍微小一点，看看。这种还都是小小的，如果前面那一批拉秧了呢，这一批就开始发力了。这边还有2排，这排上边呢长得更多一些。啊，这些都是。远处这还有一排，那边就是豇豆了。这豇豆呢，可能是被阳光遮了，长得不是特别的好，这应该开始施肥了。来看看这长势，还是有不少的。这一排也是豇豆，现在才刚刚开始结，还在开小紫花呢。看看远处，这要等它结满之后呢，也是像瀑布一样挂满了这个架子。这个品种是油豆角，这是我们喜欢的另外一种豆角的品种。这昨天摘的差不多，已经摘光了，上边没有多少了。而且这颗豆角呢，虫害更厉害一些。这得打一点多杀菌素了，因为我看到上边好多的豆甲虫的痕迹。好了，回去煮玉米、煮鸡蛋、吃黄瓜、吃黑莓，然后再把排骨炖豆角给它做起来。来看看这甜玉米有多招蚂蚁吧！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，看看刚才我啃过的这根玉米上面，已经爬满了蚂蚁了。看这甜度还是挺高的。这是昨天摘回来的九粒白，这边还有摘回的油豆角，有一大袋子。又收回来一堆的长江豆，还有九粒白。这九粒白呢，还是继续的给它焯水，焯水之后就放到冰箱里边给它冷冻储存。
长豇豆最好的方式呢是腌酸豇豆，或者是焯水之后给它晾豇豆干儿。但是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，我也是焯水之后晾干水分，给它冰箱直接冷冻了。这样的话更简单，也更方便一点。今年这豆角是种的有点多了，产量有点大，最近是收获期，没2天都能摘回一大堆来。明年还是得控制一下，稍微少种一些了。前几天刚冷冻了一批西红柿，新的一批又熟了，摘了一大盒子，继续切块冷冻储存。前几年我们还会熬上几瓶番茄酱，今年没时间也不弄了。熬酱要很久，非常耗费时间，特别是最后汤汁变浓的时候，要一直守在旁边搅拌。看，这是我前几天切块冷冻的西红柿，储存的菜冰柜都快放不下了。有朋友问为什么会切块冷冻，其实呢，洗干净整体冻也行，或者说热水烫一下，把皮剥下来再冷冻，也是非常常见的方式。这些我以前都用过，最后还是觉得这种切块冷冻的方式最方便，也节省空间。我们冻起来的是完全处理好的番茄，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解冻做菜，或者是如果我们做炖煮的菜的话，直接拿出来煮炖就可以了。